你剛剛看到的這兩個畫面，一個是每個月都要扣款的訂閱費，一個是只想改一個字的顏色，卻要等它重畫整份簡報。這兩件事，今天用一個免費工具一次解決給你看，不用訂閱，不用重新生成。你要改哪個字、顏色、字體，直接點，直接改。這支影片我現在就開電腦示範給你看，最後我也會講實話，它哪裡好用，哪裡不要期待太高。如果你有用 Notebook+M 來整理資料做簡報，那你肯定知道要修改這份簡報最快的方式就是在 Notebook+M 裡面點選簡報，然後針對我們要修改的地方點選上面的修改鍵。比如我這裡想要將盤子2個字改成藍色的，那我就在這邊寫將盤子改為深藍色，然後點選生成修訂版簡報，之後它就會重新生成一份，然後這裡就會根據我們剛才的指令，它就把盘子2個字改成深藍色的。但是這麼做有一個缺點，就是每一次想要修改一個小地方就要重新生成一整份，有點不太方便。所以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我們可以直接按下載 PDF 文件，我們就使用今天的主角 PDNAP。首先我們可以選擇打開 PDF 檔，這裡我們可以注意一件事哦。假如我一開始選擇的是 PPTX， 那它也一開始就建立一個新的 PDF 檔給我們。回到我們今天要修改的檔案 Notebook+M， 它的本質上是重新畫一張圖給你，因為這裡的每一張幻燈片它其實都是一張圖，裡面的文字也是用畫的，而不是用文字書寫的方式輸入的。所以即使它現在是一個 PDF 檔，但是它的本質就是一張一張的圖片。我們可以點選旁邊的縮略圖，不是，就像你使用 Adobe 一樣，可以在這裡快速預覽每一頁。左邊還有書籤跟注解清單的功能。舉例來說，我現在想要修改第7頁，那我就可以在這裡點選這一頁，然後正下方就會出現編輯這個選項，點選它，這時候這一頁我們就可以看到它有出現圖片的邊界，這個讀層立馬就可以變成可以調整。點選 OCR 選否，頁面範圍我只選擇當前的這一頁，在進階設定這裡我額外勾選了偵測圖片上的文字，點選應用，再點選執行 OCR， 不到10秒鐘的時間它就處理完畢了。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正上方它又自動新建立了一個分頁，我們原本的那一頁還會存在原本的分頁裡。這樣一來，如果新生成的分頁如果在光學識別文字上面效果不好，我們還可以把它刪除，然後再重新生成一次。這裡我們可以比對原本的這張圖，有發現它的文字的字體有稍微變化一下，在這我們可以這邊做後置調整。但因為原本的那一行它已經被轉換成了文字的元素，所以我們也可以在這裡拉大這個文字的邊框，或者是移动這個文字框，改變它的字形。這裡我可以做改變字形，比如說我改成微軟正黑體，然後點選粗體，我在這裡可以做一個文字的顏色變化，比如我把它改成紫色的。好，完成了之後，我們可以直接按存檔，左上角的存檔圖示，或者是我們可以直接把它存成一張圖，點選它，然後點選上面的轉換，再點選轉圖像，我們可以額外儲存，比如說我可以另外儲存到不同的地方。回到原本的這一頁，比如說它原本是第7頁，我們可以點選插入，再選擇插入文件，它就會出現在原本這一頁的下方。那我們如果不要它，我們就可以把原本的那一頁做刪除，那還是保留了原本美美的圖片配色。我們還可以針對裡面的文字做修改。另外一個例子是，因為我們如果遇到圖片形式的檔案沒有辦法複製文字的時候，現在最快的做法就是把這張圖片複製下來，然後讓 AI 幫我們抓取裡面的文字。但是有了 PDNAP 嘛，我們可以直接從 PDNAP 裡面提取文字。比如這一張它原本是一個圖片，我們可以選擇新的分頁，就像開啟瀏覽器新分頁一樣，選擇打開文件，它就會把剛才那張圖片放進來導入。即便原本是一張圖片，它在導入的時候也會先生成一個 PDF 檔。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點選執行 OCR， 它這裡的語言已經自動辨識英文了，那我們就可以直接點選執行 OCR。 好，那現在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已經自動辨識出裡面的文字，這些文字我們都可以直接一鍵做複製，然後可以貼上，這樣是不是非常的快速？也就是說 PDNAP 它可以在讓你免費使用的情境下，這樣你可以提取圖片中的文字。英文的表現應該會比中文更好一點，但是我也要老實說，
像 Notebook LM 這種用畫出來的幻燈片，其實原本就設計感非常強烈，裡面的文字也是用畫出來的，所以即便是 Notebook LM 他們自己也沒有辦法直接讓我們去用 OCR， 就是光學辨識文字的方式去修改文字，也是必須要讓它用重畫的方式來重新生成一次。市面上目前我還沒有看到有辦法做到100%精準辨識的，所以如果我們是用 Notebook LM 這種工具制作出來的比較精美的影像的元素比較豐富的，像這種文字，它其實就是比較不可能每一次都完美的識別出來。有的時候，如果你一次性打一整份多做 OCR 識別的話，比如說我們現在整份都來試着一次，我把所有頁面都來做一個識別，然後執行 OCR， 你會看到它雖然圖片都幫你保留下來了，但是它的文字有時候像這個 AI 它就會識別成亂碼，有一些文字的形狀跟字形那可能維持原本一模一樣的，主要是我們電腦的字形跟畫出來的字形不一定有匹配，所以當它變成文字的元素的時候，這個字形我們可能就要自己額外做改動，然後亂碼的部分我們也要自己重新做輸入。但是優點是它可以把圖片的元素這個圖層我們可以拿來剪下，或者是重新做設計使用，或是整個移除留下圖片自己再重新做編輯。這也跟我們本機電腦裡面原本就有的字型有很大的關係，我們電腦裡面就不會有這個字型，因為這個可愛的文字它其實是 Notebook LM 畫出來的。但是如果你是截圖，然後你要讓它識別裡面的文字，其實它還是非常好用的。近期 PD 呢還有導入 AI 功能，但這一類功能其實我們也一樣是可以直接用 AI， 像 ChatGPT 或者是 Google Gemini 就可以直接完成了。它這邊可能比較適用於檔案比較大的，文字也夠清楚，可以直接在這裡讓它幫你提取關鍵要點，跟用簡單的方式解釋，或者是做總結。比如這一份，我請它用簡單的方式解釋，就可以馬上提取裡面的內容，而且免費的版本每一周都有一定的額度可以使用，比起 Adobe 要去每個月訂閱，這個軟體的 CP 值是非常高的。如果你又是免費使用它的話，它可以做的事情真的非常多，像它的檔案轉換也包含了批量轉換、轉 PowerPoint 檔、轉 Excel 跟 Word， 它都能做。以這個圖片檔案為例，剛才我們已經把它轉換成了文字，那假設現在我想要做一個注釋，或者是做重點，我們也可以在這邊選擇高亮，讓它直接做筆記。高亮這裡的顏色也可以做變換，其實它就是 Adobe 的評價版。然後我們也可以在這裡做注釋，比如在這裡點選新增注解，然後之後它就會出現在注解清單裡面。我們也可以在這裡編輯頁眉跟頁角，還有加浮水印。你可以在上面的注解選單裡面加貼紙或者是簽章，這裡的貼紙選項非常多，我們也可以在這裡加入自己的簽章。現在只要到 BuildingLab 的官網選擇免費下載，就可以馬上體驗看看。來到 BuildingLab 的官網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即使是免費用戶，你也可以體驗它的 AI 功能，它的 PDF 編輯、畢界的 OCR 轉換跟高清轉換，每一周都可以使用一次。浮水印功能、頁首與頁尾，它都可以讓你免費使用。此外，還有壓縮檔案、浮水印背景合併，還有列印等等的功能，它都是檔案不限大小。那以上就是這次 PDNob 的實測，如果你也會用到 PDF 檔編輯文件，不妨下載下來體驗看看，我會把鏈接放在資訊欄，你可以先從免費版開始使用。另外，如果你對 AI 工具、創作流程這類主題有興趣，也歡迎加入我的 Patreon 會員，我會在那裡分享更多幕後實作、工具測試、踩坑筆記，我們一起抱團研究，互相取暖。我們下支影片見。